今天我们来聊聊三峡大坝。2025年12月底，圣诞刚过，帕克照例坐在镜头前发他1年1度的世界大预言。整段视频接近2个小时，讲到中国的那一小段里，他说了这么一句：2026年，中国会发生一场重大的基础设施灾难，可能是一场火车事故，也可能是和三峡大坝有关的事情。三峡，他点名的就是这2个字。前后不超过几秒钟，当时没人在意。8个月后，2026年7月底，中文网络上突然疯传一组图，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念出来，叫三峡大坝瞬间溃坝情景模拟图。图上的推演是这样：溃坝6小时，洪峰抵达宜昌；24小时，荆州、武汉；72小时，九江、安庆；168小时，也就是整整1周。淹没范围推到上海出海口，受影响人口约 1.32 亿。1.32 亿比整个日本的人口还多。而且这组图不是哪个网友用小画家随手画出来的东西，网传的说法称它出自官方内部，是正经八百的推演文件，还牵出一位刚刚落马的三峡集团高管。同一个7月，水利部开发布会通报，全国609条河流超过警戒水位，主要江河累计出现25次编号洪水。7月21日，三峡集团广西分公司总经理吴启仁被查。再往后翻，不到半个月，2026年8月12日，一天之内挤进3件天象，横跨冰岛和西班牙的日全食，6颗行星排在天空同一侧的所谓6星连珠，还有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期。8个月前的一句话，7月底的一组图，7月的滔天大水，8月12日的3重天象。可为什么偏偏是这一轮三峡溃坝的传言？2019年来过一次，2020年来过一次，年年有人喊，年年没下文。那究竟是谁把这一把火点住的？好，这期我们只干一件事。预言圈有一本账，这本账上每一条预言都只有2种下场：开奖或者挂着。开了奖的被疯传，挂着的没人管。帕克这本账我们先前专门对过一整期，哪几条中了，哪几条落空，准度到底几成，那期都算清楚了，这里不赘述。今天只翻一条，三峡这一条到底算不算开奖？账本的规矩我们先说清楚，一条预言算不算开奖，看的不是它听起来多像，而是当初写下来的那几个字能不能和后来发生的事对得上，差一个字都不算。先把答案的一半放这里，到今天为止它还挂在账上，可是它挂的比任何一条都热闹。我们一笔一笔对，先对2025年12月底那一期的原话。那期的清单很长，他说英国王室会有一位重要成员离世，说乌克兰战争会走向终局，说天空中会出现一团巨大的气体云，引发全球性惊恐。讲到中国，他的核心判断是4个字：内部裂痕。2026年1月1日前后，英国都市报等多家欧美媒体整理转载了这段。他说2026年的中国会出现看得见的内部裂痕，表现包括发不出来的工资、被冻结的债券，还有一场重大的基础设施灾难。然后才是那句关键的，可能是一场火车事故，或者是和三峡大坝有关的事情。请你注意这个句式，给你 A 再给你 B， 你随便挑一个对上都算他赢。我们给这种句子起个外号叫 AB 卷，这张 AB 卷后面还会出现好几次，记住它。而且他连坝本身都没说，原话是和三峡大坝有关的事情，没说溃坝，没说洪水，没说坝体出问题。有关的事情这个范围有多宽？可以是工程问题，可以是调度争议，可以是人事地震，甚至可以只是一场围绕三峡的舆论风暴。往100个方向解读都不算解读错。账本第一笔记下来，这一条在写上去的那一刻就已经是一条很难不开奖的预言。而且说这话的时候是2025年12月底，距离2026年的汛期还有整整半年。半年里会发生多少事，谁也数不完。他对中国的预言还有下半段，他说会有一位高层官员神秘消失或者离奇死亡，说习近平的健康状况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说这一切会为未来的分裂埋下种子。预言圈把这一整段浓缩成一个词：冰川式瓦解，不是轰然倒塌，是像冰川一样
一块一块，缓慢、安静，但是不可逆。这个词配上其他细节，被拼成一幅很完整的图。财政的裂缝是冰面的裂纹，基建的灾难是冰块崩落的巨响，高官消失和最高层的健康问题是冰川深处传来的断裂声。有没有道理，见仁见智，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作为一个故事，它讲得很圆，而一个讲得圆的故事，永远比一条准确的信息跑得快。你信哪一个？想都不用想，故事讲得越圆，越要多留一个心眼，因为圆本来就是编出来的特征，不是真相的特征。预言圈还替2026年加了一层背景音，丙午年，赤马年。老话说，赤马红羊，自古多节。丙丁属火，午对应马，未对应羊，所以叫赤马红羊。历史上几次改朝换代的大动荡，被后人对照着算到了这2种年份头上，久而久之就成了结束之年。2026年正好是丙午，科学吗？当然不科学，但是它解释了一件事，为什么2026年一开年，预言圈的空气里就飘着山雨欲来的味道。账本上还有2笔新记的。2025年11月，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遭到美国强力封锁制裁，预言圈说这是他押中的。2025年12月初，中日之间爆发军机雷达照射风波，预言圈也说这在他清单上，算不算应验，我们不下结论，只告诉你一件事，在预言爱好者的世界里，他2026年的信用分正在一笔一笔往上加。这就是后来三峡传言能瞬间引爆的心理铺垫。一个最近连中几期的彩民突然说他早就买好了下一期的号码，换成是你会不会多听一句？哪知道现实一开始就给了个反转。这些话在2025年12月说出来的时候，反应冷得不能再冷。中文网络上最多的评论是一句话，又来了，年年说崩，年年没崩。视频热度平平，很快被圣诞和新年盖过去。到1月，几个中文自媒体做了搬运整理，也就在预言圈子里转一转，出圈的水花几乎没有。有网友留言调侃，三峡这个题材海外都炒了20年了，这是把冷饭装进了新的便当盒。平心而论，这个吐槽不算冤枉。三峡溃坝的传言2019年靠一张卫星照片炒过一轮，2020年靠一场大洪水炒过一轮，每一轮都轰轰烈烈开场，然后无疾而终。20年下来，这个题材的公信力早就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所以那个时候三峡这一条挂在账上，连围观的人都懒得看一眼。让他起死回生的不是帕克自己，是7个多月后一则据称从中国大陆流出来的爆料。时间来到2026年7月21日，这一天有一则官方通报，在中国的新闻里只占了一个很小的角落。三峡集团广西分公司总经理吴启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审查调查。一句话的通报，一个分公司总经理落马，正常情况下连水花都溅不起来。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仅仅1天之后，剧本就变了。7月22日前后，海外社交平台上开始流传一段视频，发布者自称三峡内部人士，镜头里一张桌上摊着厚厚一叠资料，据称数百页，摆在最上面的几张就是后来传遍全网的那组图。按爆料视频的说法，这叠资料是一份所谓的三峡崩溃分析报告，除了模拟图，还有大量数据表格和文字说明。视频拍得很粗糙，镜头晃，光线暗，可就是这个粗糙，反倒让很多人觉得这像偷拍出来的真东西。7月22日当天，海外中文媒体开始跟进。7月23日、24日，更多媒体加入，标题一个比一个耸动，什么绝密地图曝光，什么 1.32 亿人命悬一线。3、4天，这组图就从几个小群组烧到了整个中文互联网。我们给这组图起个名字叫蓝水怪，因为图上一整片长江中下游被涂成深深浅浅的蓝。蓝水怪不是一张图，是一组，起码4张，名字都起得很专业。1周后，灾区淹没范围地图；1周后，洪水流速模拟图；1周后，受影响人口热力图；1周后，交通中断地图。图上标注了2行字，集水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总受影响人口约 1.32 亿人。有媒体对着地图数了数，
被波及的城市包括武汉、上海在内，一共29座，宜昌、荆州、武汉、九江、安庆，再加上整个长三角，这条线上串住的是中国经济最精华的一段。所以那几天评论区问的最多的一句是，如果图是真的，官方为什么从来没告诉过我们？这里有个细节值得停3秒，绝大多数人看到的蓝水怪其实是截图的截图，画质一压再压，图上的小字都糊成了马赛克。可是传播就是这么回事，越糊的图越像机密，越像机密就传得越快。原始出处在哪里？第一手视频是谁发的？那个账号后来还在不在？绝大多数转发的人从头到尾没想过要查。冷静的声音不是没有，有网友指出，推演里的一些数字和公开文献里的水文常识对不太上。也有人提醒，所谓一周淹到上海，忽略了沿途湖泊、分洪区和地形的削峰作用。长江越往下游，江面越开阔，实际情况比一张热力图复杂得多。只是这些声音太小，很快就被转发的洪流盖过去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从落马通报到爆料视频，再到蓝水怪本身，整条链上没有一个环节是可以被独立验证的。爆料人的说法还不止于图，他声称吴启仁落马的真正原因不是通报里写的违纪违法，而是他泄露了广西衡州洪灾的真相，泄露了三峡系统内部的真实情况。爆料内容里还提到，广西一座名叫六兰的水库在7月的洪水中溃坝，灾区尸体堆积，惨状远比官方通报严重。讲到这里必须踩一脚刹车，以上这些全部是网传，全部未经证实。爆料人的真实身份到今天没有任何人核实过，他说的落马内幕和官方通报完全对不上。通报里只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几个字，一个字没提，泄密。六兰水库溃坝和伤亡的说法同样没有独立信源交叉印证，单凭一段视频，一个匿名者，这些说法放在新闻的标准里连及格线都摸不到。而且说老实话，这也不是三峡第一次被爆料，这些年关于三峡的所谓内部消息隔三差五就冒出来一批，绝大多数最后查无实据，不了了之。按正常剧本，这一次也该一样，热闹3天然后沉底。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7月30日、31日，一位分量很重的人物开口了。王维洛，旅居德国的国土规划与水利专家，研究三峡问题几十年，是海外最知名的三峡批评者之一。当年三峡工程上马前后的论战里就有他的声音。他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对蓝水怪给了一个让舆论一震的判断。他说，从制图的专业程度、图面的规范性来看，这批图极有可能出自三峡集团或者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这样的内部机构，不太像民间随手伪造的东西。他的理由落在门槛上，这种水文推演和制图的规范程度不是外行随手能模仿的，民间伪造的成本和难度都太高。一句话，蓝水怪从网络谣言升级成了可能的内部文件。这句话的分量在哪里？在于他把整场争论的性质换掉了。在他开口之前，大家争的是这图是不是有人随手做的；在他开口之后，大家争的变成了这份文件到底想说什么。但是请你把耳朵竖起来听下面这句。王维洛谈的是图的出处，他的判断是这可能真的是一份内部文件。他同时也承认爆料人的身份、爆料内容的真伪他无法验证。换句话说，专家背书的是图纸的专业度，不是故事的真实性。这2件事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可是在传播的世界里，没有人在乎这条河，于是就有了这场风波里最关键的一步棋，我们叫它连连看。连连看的玩法是这样，左边一列7月21日落马的三峡系统高管，中间一列查无此人的神秘爆料者，右边一列可能出自官方内部的蓝水怪。3个点画2条线，一个故事就成型了。连连看最迷人的地方是它根本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位置。3个点只要在时间上排得够近，人脑自己就会把线画上去，而且画得比谁都快。7月31日前后，海外中文时评节目、预言频道、短视频账号集体开动，有节目把整件事从头到尾捋了一遍，
播放量一路飙升。而在所有这些节目里，被翻出来摆在正中央的第4个点，就是帕克8个月前那句旧话，可能是一场火车事故，或者和三峡大坝有关的事情。三峡2个字，隔着8个月的时差，严丝合缝地对上了。预言圈瞬间沸腾，一句话刷屏。你看，他早就说了。而账本上那条原本没人翻的旧记录，就在这一刻被人翻到了最前面。一夜之间，去年年底那段没人看的视频被重新剪辑、翻译，配上字幕，在中文平台上2次疯传。有人逐字掰开分析，说他连内部裂痕这个词都选得精准，也有人翻出清单上的其他条目，开始逐条对号入座。8个月前的冷饭，一夜之间变成热搜。传播学上管这个叫事后归因，预言圈管这个叫应验。2个词说的是同一件事，站的是2个世界，你信哪一个？我们先不急着在账本上画勾，因为只有一张来路不明的图，一个匿名爆料，这把火烧不了这么旺。真正往火里添柴的是2026年7月中国大地上实实在在的大水。这一段全是官方数字，我们慢慢对。入夏以来，中国南方先被传统的龙舟水泡了一轮。7月4日开始，华南、华中、华东多个省份接连遭遇大范围极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成因官方说得很清楚，3股力量叠加，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东北冷涡，再加上西南季风，3路水汽在内陆上空搅成一团，把雨水成吨成吨地往下倒。预警其实早就拉响了。7月6日，应急管理部发布7月全国自然灾害风险形势，明确提示南方多省防范流域性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可是预警归预警，雨还是下得超出想象。广西、广东、湖南、江西，一个省接一个省告急，城市内涝的画面刷屏，村镇断路断电断网的求助帖一条接着一条。美沙克7月初扑向华南，广西首当其冲。7月11日，第9号台风巴威登陆浙江，然后一路北上，把暴雨泼向华北和东北。双台风前后脚接力，前脚踩南方，后脚踩北方，中间只隔7天。连官方媒体自己都写，长江、黄河等6大流域持续受影响长达1周。7月中旬，东北多地在暴雨之后开闸泄洪，下游村镇的灾情不减反增。黑龙江、吉林的灾民在网上发帖求助。从华南到东北，这场水几乎把整张中国地图从下往上淋了一遍。然后是那个关键数字，7月16日，水利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汛情，全国已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过警戒水位的洪水，主要江河累计出现25次编号洪水。609条，请记住，这不是网传，是官方自己公布的，而且这个数字是一路跳上来的。7月初媒体报道的还是62条河流超警，到7月16日的发布会已经是609条，10天左右翻了将近10倍。汛情升级的速度比任何传言都直观。换成是你，看到10天翻10倍这个数字，你会不会也觉得今年不太一样？具体到南方，水利部先后宣布，长江支流水阳江发生2026年第1号洪水，珠江流域的西江发生第2号洪水，豫江发生第1号洪水，广西衡州一度被洪水围城，社交媒体上流出大量街道变成河道，居民爬上屋顶等待救援的画面。衡州值得多说2句，它是广西南宁下辖的一座城市，豫江从城边流过。7月上旬，流域洪水叠加台风雨，把这座城推上了风口浪尖。而后来的爆料里，衡州被反复提及，成了整件事的起爆点之一。因为爆料者声称，那位落马的吴启仁管的正是广西的业务，捂住的正是衡州的真相。真也好，假也好，地理上的这层巧合让连连看又顺滑了一分。衡州这2个字就这样从一则地方汛情变成了整条传言链上最关键的一环。至于网传的伤亡数字和官方通报之间的巨大落差，那是另一笔未经证实的账，我们不下结论，只告诉你这个争议确实存在。把这些摆在一起，你就明白传言为什么能一夜升温。上游连场暴雨，几百条河流超警，
三峡水库必然要进入蓝洪、薛峰、泄洪的高强度调度，而历史的记忆还在。2020年8月，三峡曾经迎来建库以来最大的洪峰，入库流量每秒75000立方米。那一年，网络上同样刷屏过各种溃坝传言。那一轮传言的结局，我们今天都知道了。汛期过去，水位回落，坝还在，旧景重现。再叠加一组据称来自内部的蓝水怪，一个高管落马的所谓内幕，普通人心里打鼓，太正常了。这里补一个背景，什么叫蓝洪薛峰？长江上游来了大洪峰，如果让它原封不动冲向中下游，京江河段和武汉城区的堤防压力会非常大。三峡水库的做法是把一部分洪水拦在库里，把每秒7万立方米级别的洪峰削成每秒4-5万立方米往下放，等下游水位回落，再把库里多拦的水慢慢卸掉，腾出库容，迎接下一场。而且这套操作每年汛期都要来很多次，它是日常，不是应急。这套操作的代价是库区水位会快速抬升，而每一次水位抬升，库区的照片和视频传到网上，都会引来新一轮的惊呼。涨水本来是调度的正常环节，可是在传言的放大镜下，每1米水位都成了倒计时。恐慌从来不需要完整的证据，它只需要气氛。2026年7月的中国，暴雨、台风，609条超警的河流，落马的官员，疯传的蓝水怪，气氛刚刚好。其实回头看，这一幕在历史上一点都不新鲜。大灾之年，人心浮动，预言和意象的说法就会集中冒头。从古代的童谣谶语，到今天的短视频爆料，载体换了，人性没换。现实的不确定性越大，人们越渴望有一个能提前剧透结局的声音，哪怕这个声音来自一个遥远的英国小镇。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把火已经烧到顶的时候，有人翻出了日历，指住一个日期说：“你们看，8月12日，天有异象。这一天到底有什么？”平心而论，在天文圈，2026年8月12日早就被圈成了年度大日子。天文摄影圈甚至叫它2026年最忙的一夜。3件事挤在同一天，我们给它们起个名字，叫3响炮，一件一件拆。先把神秘滤镜摘掉。第一响，日全食。2026年8月12日，月球的影子将从北冰洋方向扫下来，横跨格陵兰、冰岛，然后在傍晚时分掠过西班牙北部，最长的全食时间大约2分18秒。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就在全时带里，西班牙北部的毕尔巴鄂、萨拉戈萨等城市也能看到完整日全食。马德里和巴塞隆纳差了一点点，只能看到10分很深的日偏食。这是自1999年8月11日以来，欧洲大陆第一次迎来日全食，时隔整整27年。据说西班牙全时带上的旅馆1年之前就被全球天文爱好者订满了。这里要说明白，中国境内看不到这次日全食，这场大戏的舞台在欧洲和北大西洋。顺带一提，中国看不到这件事，在整个传播过程里几乎没有人提，因为只要提了，故事就不好讲了。上一次1999年8月11日，全时带扫过英国康沃尔和法国北部，几千万人涌到路边仰头看天。这一次轮到西班牙，因为全时发生在傍晚，太阳挂在地平线附近，被吞掉的太阳和晚霞叠在一起，天文摄影师称它为本世纪最上镜的日全食之一。机票、旅馆、观测团的价格早就翻着跟头往上涨，而且除了全时带上的幸运儿，这场日食的偏食阶段覆盖范围非常大，整个欧洲、北美洲的北部、非洲的西北部都能看到太阳被咬掉一角。也就是说，那一天地球上有好几亿人可以亲眼看到这场天象的某个片段。一场几亿人共同目击的日食，天然就是话题的放大器，什么样的说法搭上它都能传得更远。第二项，所谓的6星连珠。8月12日日出之前，木星、水星、火星、天王星、土星、海王星6颗行星会大致排列在天空的同一侧，其中木星、火星、土星、水星4颗肉眼可见，天王星和海王星要靠望远镜。听起来很悬，可天文学家会泼一盆冷水。所谓连珠，只是从地球视角看出去的投影效果，6颗行星根本不在一条直线上，
他们在各自的轨道上该怎么转还怎么转，彼此相隔几亿甚至几十亿公里。行星连珠会引发灾难的说法，历史上被打脸不止一次。1982年，有人根据所谓的木星效应预言加州大地震，结果什么都没发生。2000年5月，7颗行星聚在太阳同一侧，地球照样风平浪静。道理很简单，行星对地球的引力取决于质量和距离，就算把太阳系所有行星的引力全部加起来，对地球的影响也远远小于月亮一个晚上的潮汐作用。连珠不连珠，地壳根本感觉不到。再替较真的朋友补一句，这类行星同侧排列，每隔一段时间就出现一次。2022年、2024年、2025年都有过规模不等的行星连线。天文媒体年年报，年年有人看，它是难得的观测机会，但绝对算不上百年不遇的凶兆。第三项，英仙座流星雨，北半球3大流星雨之一，每年夏天准时赴约的老朋友。它的母体是一颗轨道周期大约133年的彗星——斯威夫特塔特尔彗星。地球每年8月中旬穿过它遗留在轨道上的尘埃带，尘埃颗粒以每秒大约59公里的速度扎进大气层，烧出一道道流星。2026年的极大期落在8月12日夜间到13日凌晨，理想条件下每小时可以看到上百颗，还有机会撞见亮到能照出影子的火流星。只要找一片没有光害的空地，后半夜朝东北方向看，运气好的话1个小时就能收获几十颗。而2026年的英仙座观测条件格外完美，因为当晚几乎没有月光干扰。为什么没有月光？这里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点，因为那一天是朔，也就是新月，而日食只可能发生在朔那一天，月亮走到太阳和地球中间才挡得住太阳，所以日全食和无月之夜的流星雨撞在同一天，这个巧合里有一半是必然，它们本来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三响炮里真正算得上巧的只有6颗行星的排列，恰好也在这几天成型。换句话说，这一天对天文爱好者来说，一重是欧洲的视觉盛宴，一重是黎明前的行星队列，一重是后半夜的流星烟火，20几年一遇的节日。可是同一份日历落在预言圈手里，读出来的是完全另外一个故事。网络上流传的整理版本声称，帕克提到过2026年4月15日到11月15日是一段极其危险的时期，而8月12日正是其中一个关键的触发点。这个说法在中文网络传得很广，但必须说明它出自二手转述，我们没有查到本人视频里逐字对应的原文，你听的时候要自己打一个问号。为什么偏偏是8月12日？梳理一下就会发现，这个日期的神秘感很大程度上是从日全食那里借来的。日食自古就是预言的富矿，天狗食日，君王失德，古今中外都有这一套叙事。放到2026年，一场横跨欧洲的日全食，再撞上行星排列和流星雨，这个组合对预言圈来说实在太好用了。你不需要证明任何事情，只需要把日期圈出来，剩下的交给观众的想象力。还有人把清单上的其他元素也往这一天上靠，气体云、地震、火山全部被排进了8月12日前后的档期。这里必须再说一次，把具体日期和具体灾难绑定的那些说法，绝大多数出自网络上的二手加工，和原始说法之间隔着层层转述。预言本来就模糊，转述再加工几轮就成了另外一个东西。听预言最好听原文，查传言最好查源头，这是这个时代最便宜也最稀缺的自保能力。然而事情又反转了一次，而且是往荒谬的方向。网上一度疯传说8月12日日食当天，地球会失重7秒，6000万人会因此丧命。这一条就不用打问号了，直接打叉。 NASA 早就出面辟谣，日食本质上就是月亮的影子落在地球表面，太阳、月亮、地球排成一线的时候会带来极其微小的潮汐变化，但是对地球的引力没有任何可以测量的影响。失重7秒纯属编造，换成是你听到失重7秒这4个字，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问一句谁测的？而且这是老配方了，每逢大日食，失重、引力异常、地磁灾难的说法就会换个包装回锅一次。2017年美国大日食是这样
2024年那一次也是这样。日食是最容易预测也最被研究透彻的天文现象之一，它唯一真实的破坏力是让不做防护直视太阳的眼睛受伤。天象是天象，人间是人间，日食的路径、行星的位置、流星雨的极大期，天文学家提前几十年就能算到分钟级。2026年8月12日这天会发生什么？上百年前的天文年历里就写好了。真正让这一天变得紧张的，从来不是天上的星星，是地上的人心，是蓝水怪，是609条超警的河流，是那张 AB 卷给这个原本只属于天文爱好者的星期三套上了一层倒计时的滤镜。三响炮本身是一份早就写在天文年历上的节目单，可是这份节目单被人拿去当成了倒计时牌。好，情绪扑到这里够了。可就在所有人都盯着天上的时候，地上的另一半声音几乎没有人愿意听。现在我们把它原原本本摆出来，这一段请你耐心听完，因为只听一半的故事才是最危险的。先说官方，三峡集团多年来的态度浓缩起来就是8个字：固若金汤，岿然不动。这是集团副总经理范夏夏回应溃坝传言时的原话。针对反复出现的变形溃坝说法，三峡集团流域枢纽管理中心的回应是，这类说法是危言耸听，任何没有科学缜密监测数据支撑的猜测都是不科学、不负责任的。还记得2019年那张著名的卫星照片吗？谷歌地图上，三峡坝体看起来扭成了一条波浪线，变形论一度轰动全网。后来的核查发现，那是遥感卫星影像在拼接处理时产生的技术性扭曲。同一个图源里，2015年的照片，坝体扭得比2018年还夸张。官方公布的监测数据是，坝体位移是毫米级的，属于混凝土结构，在水压和温度变化下正常的弹性形变。当年连台湾的水利学者看过资料后，都公开表示这座坝超级安全，完全没有溃坝的问题。再从工程原理上讲，三峡大坝是混凝土重力坝，坝顶高程185米，正常蓄水位175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重力坝的原理是靠坝体自身巨大的重量压在基岩上，用自重去抵抗水的推力，而三峡的坝址选在坚硬完整的花岗岩体上。更关键的是，整座大坝由几十个坝段拼接而成，每一个坝段各自独立稳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便极端情况下某个坝段出问题，出现的也更可能是局部险情，而不是蓝水怪画的那种瞬间全线崩溃。设计标准上，三峡按1000年一遇洪水设计，按万年一遇洪水再加 10% 校核。2020年11月，官方宣布三峡工程完成整体竣工验收，这些都是公开资料，你随时查得到。还有一个常被拿出来的事实，三峡水库从2003年开始蓄水，已经运行20多年，经历过2010年、2012年、2020年多轮每秒7万立方米级别的洪峰考验。支持者说，20多年的实测数据比任何口水仗都有说服力。批评者说，过去正常不等于永远正常。两边的话我们都放在这里。那中国人为什么对溃坝2个字这么敏感？因为历史上真的痛过。1975年8月，河南驻马店超强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让板桥水库等数十座水库连环溃决。官方后来公布的死亡数字是26000多人，学界流传的估计要高得多。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区别，板桥是土石坝，土石坝一旦漫顶，溃决确实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发生。混凝土重力坝的结构和破坏模式完全不同，拿板桥的剧本去硬套三峡，在工程师看来是类比错了对象。但是要理解一件事，1975年那一夜之后，溃坝这2个字在中国人心里的分量就再也没有轻过，这不是科普能抹掉的东西。然后是整期最关键的一个逻辑点，可就在你以为官方和专家两边已经吵完的时候，还有一层没有翻开。就算王维洛的判断是对的，蓝水怪真的出自官方内部，这也不等于大坝要出事。为什么？因为给大型水利设施做极端情景推演是全世界通行的标准动作。
美国垦务局给胡佛大坝做过溃坝淹没图，日本给水库画过溃坝进水响定图，中国的防洪法规同样要求大型水库编制应急预案。这就像每一架客机上都配着救生衣和氧气面罩，不代表这架飞机要坠海。一份极端情景模拟文件的存在，恰恰可能只说明一件事：有人在做最坏的打算，而做最坏的打算本来就是负责任的工程管理应该做的事。换个角度想，如果一个国家对自己最大的水利工程连一份极端情景推演都没做过，那才是真正应该让人睡不着觉的事情。顺着这个逻辑往下推，蓝水怪的来源其实有好几种可能。第一种，它是彻头彻尾的伪造，有人用专业工具做了一套以假乱真的图。第二种，它是真的内部文件，但只是一份常规的应急推演，被爆料者拿出来包装成了大难临头的证据。第三种，也就是传言最想让你相信的版本，内部真的评估出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三种可能指向三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而以目前公开的信息，没有任何人能排除其中任何一种。我们把这三种可能也一条一条记到账上，到今天为止，3条都没有被划掉。这就是这场风波最诚实的结论。我们不知道，承认不知道，比假装知道要负责任的多。还有一个很多人在问的问题，面对这么大的传言，官方为什么不直接出来辟谣？截至目前，我们没有看到针对蓝水怪本身的正式回应。有人说不回应就是默认，也有人说官方的逻辑历来是冷处理，正面回应反而是给传言抬轿子。二种解读都有人信，这里不猜，只提醒一句，沉默可以有100种原因，把沉默直接当成证据，是传言最常用的修辞。同样的放大镜也要照一照那张 AB 卷，回头看那句预言，可能是一场火车事故，或者和三峡大坝有关的事情。这是典型的两头下注，范围宽到几乎不可能落空。中国每年的基建体量那么大，1年之内找出一件能和铁路或者三峡沾上边的事故、风波、人事变动，概率并不低。你看，7月21日吴启仁落马，预言圈已经有人宣布这就是应验。可是高层官员神秘消失和一个分公司总经理被查，这中间的距离恐怕比宜昌到上海还要远。账本的老规律是中了的被疯传，没中的被遗忘，这叫幸存者偏差。不信你可以做个实验，把他过去5年的预言清单全部找出来，一条一条核对，你会发现大量落空的条目安安静静躺在旧视频里，没有人剪辑，没有人配字幕，没有人做成爆款。预言的世界里，没有人给错题做集锦，这就是他永远看起来很准的秘密。这就是账本的2套规矩，开了讲的那一条会被剪成30秒的短视频，挂着的那些连个字幕都不会有。我们往账本上再补一句，备注 AB 卷，这种题就算答对了也不该加分。当然话也要说回来，替另一边讲一句公道话，传言之所以有市场，不完全是因为人们容易受骗，也因为资讯不透明。衡州的水到底淹到什么程度？伤亡到底是多少？六兰水库到底有没有出事？如果这些问题都有及时、完整、可以核查的公开信息，蓝水怪画的再专业，也掀不起这么大的浪。谣言止于公开，而不是止于辟谣。这一笔账记在谁头上，我们心里有数。所以我们的立场很简单，官方说固若金汤，我们原话转述；专家说图可能出自内部，我们原话转述；爆料无法核实，我们明明白白告诉你无法核实。我们不替任何一方背书，剩下的交给时间。其实这一段真正想说的是一个更朴素的道理，预言也好，爆料也好，官方通报也好，它们都是信息，而信息是分等级的，有署名、可核查、经得起交叉验证的是1等，匿名的、单一来源的、无法验证的是末等。末等信息不是不能听，是不能直接当饭吃。2026年的这个夏天，末等信息漫天飞，这种时候最值钱的不是消息，是耐心。好，回到账本，三峡这一条到底算不算开讲？我们把账对到这里，能确认的只有这些：一则一句话的官方通报，一组无法验证出处的图，一位专家对图的专业度给出的有限判断，609条超警的河流，25次编号洪水和一句范围宽到不可能落空的 AB 卷。
大坝没溃，洪水没有淹到上海，所谓的 1.32 亿人，到今天还只存在于一张深深浅浅的蓝色地图上。宜昌没有停摆，武汉照常上下班，长三角的工厂一天也没有因为蓝水怪停过工，6小时、24小时、72小时、168小时，这4个时间点一个都没有兑现。所以这一条我们在账本上画的不是勾，也不是叉，是一个问号。它就这样继续挂在账上，一天一天挂着。而账上挂着的还不止它，高官的消失、健康的恶化、冰川式的瓦解，还有那团会引发全球惊恐的巨大气体云，一条都还没到期。现在距离8月12日只剩下10天。那一天的傍晚，月亮的影子会准时扫过冰岛的火山和西班牙的平原，成千上万的人仰起头，看太阳被一点一点吞掉，再一点一点吐出来。那一天的深夜，英仙座的流星一颗接一颗划过没有月亮的夜空。黎明之前，6颗行星在东方的天空排成一道淡淡的斜线。这些天文学家几十年前就算好了，一分都不会差。而在长江的西陵峡口，那座185米高的大坝，大概率会和过去20多年里的每一天一样，静静地横在江面上。上游的水位一天天涨落，调度指令一条条下达，监测屏幕上的数字1毫米1毫米的跳动。顺便说一句，8月12日过去之后，日历还会继续往下翻，汛期没有结束，长江的主汛期历来要延续到9月。至于蓝水怪的下落，同样是个悬念。如果它是伪造的，迟早会被扒出破绽；如果它真是内部文件，那么接下来或许还会有第2批、第3批流出来。无论哪一种，这个故事都还没写到结局。我们这期从头到尾在做的事，其实就是把一堆碎片一笔一笔记到账上，该画勾的画勾，该挂着的挂着。可是有一件事我们始终没有算清楚，一句8个月前随口说出的，模糊到能往100个方向解读的话，为什么在洪水来的时候，比609条超警河流的官方通报还要让人心跳加速？到底是我们在对账，还是那本账一直在对我们？2026年8月，天空会连续出现2个罕见的画面。8月12日，一场日全食横扫北半球，月亮的影子从北极出发，一路压过格陵兰、冰岛，最后停在西班牙的黄昏里。16天之后，8月28日，一轮月全食接着登场，满月将在地球的影子里转成暗红色，也就是俗称的血月。日食不稀奇，月食也不稀奇，天文学家每年都能算出好几场，但这2场挤在同一个月，前后只隔16天，日与月接连变色，在古籍的记载里，从来就不是一句自然现象可以带过的事。中国的史官会把它写进灾异志，一笔一笔记下当时的朝局，帝王会为他下罪己诏，昭告天下，说是自己失德，才让上天示警。这套逻辑运转了2000年，直到今天还埋在整个东亚的集体记忆底层。巧的是，就在这个双十之年，英国预言家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过去几个月的直播里反复把8月挂在嘴边，他谈时局，谈冲突，谈经济，时间点绕来绕去，最后常常绕回同一个月份。另一位在预言圈被大量转述的普莱，时间线压得比较晚，但把2个人的说法摊开来比对，会发现一段奇怪的重叠带。所以问题来了，天象是巧合，还是时间线真的在收拢？今天做一件事，把3条时间线摊在桌上，逐一对账。第一条是天文的，日食与月食的精确日期、可见范围，这部分是硬事实，误差以秒计算。第2条是历史的，过去日月同月接连亏食的年份，当年到底发生过什么，全部用公开记录核对。第3条是预言的，帕克说了什么，普莱说了什么，还有谁指向同一个窗口，一律用转述呈现，不加油添醋。3条线各自独立，各自都有解释空间，但把它们叠在一起，有几个日期会重复出现，其中有一天落在16天窗口的正中央，而且跟台海的一段历史准确对上，准到让人不太舒服。这个交叉点放在最后揭晓，先从天上开始。日全食说穿了是一场精准的排队，
月球走到太阳和地球的正中间，三者连成一直线。月球的影子投在地球表面，影子扫过的那条窄带里，白天会在几分钟内变成黑夜。太阳被完全遮住的区域叫全时带，通常只有100-200公里宽。站在带内，看得到平常完全看不见的日冕，气温会明显下降。地平线四周泛出诡异的晨光，鸟类归巢，路灯自动亮起。站在带外，只能看到太阳缺了一角。全食与偏食是2种完全不同等级的体验，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日全食总能在路径经过的土地上留下集体记忆。2026年8月12日这一场全时带从北极圈附近出发，掠过格陵兰西部与冰岛，再往南切近伊比利半岛、西班牙北部的城市，会在傍晚时分看到太阳整个熄灭。全食最长持续2分多钟。对欧洲大陆来说，这是1999年8月11日之后第一次在本土看到日全食，中间隔了整整27年。上一次欧洲人集体抬头看天是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夏天，这一次又轮到8月。台湾看不到这场日食的本体，但看得到它掀起的全球新闻声量，这点后面会再回来讲。顺带记一笔日食的家族学，日食有周期，叫沙罗周期。同一家族的日食每隔18年又11天回归一次，路径逐次移动。1999年横扫欧洲的那一场，18年后回归成2017年8月21日横贯全美的美国大日食。再过18年，2035年9月，它的下一次回归，全时带将扫过东亚，包括中国华北的人口稠密区。换句话说，从1999到2017再到2035，同一道影子正沿着地球表面一步一步往东亚走。2026年这场属于另一个家族，但他把日食与大事的话题重新炒热之后，2035年那道排定要压过华北的影子，迟早会被翻出来讲，这是后话，先按下。月全食的逻辑刚好相反，这次换成地球站在中间，太阳、地球、月球连成一线，地球的影子罩住整个月面。月亮不会消失，因为地球的大气层会把阳光折射进影子里，波长较长的红光穿透力最强，于是满月变成暗红色、铜色，甚至接近锈血的颜色。古人叫它血月，天文学家叫它月全食，讲的是同一件事。2026年8月28日这一场，最佳观测区在美洲、欧洲与非洲，台湾不在完整可见的范围内，但可以想见，当天红色的月面照片会刷遍全球社群，跟16天前那颗黑色的太阳剪在同一支影片里。这里先把科学的话说完整，日食与月食会成对出现，不是巧合，是几何。月球轨道和地球绕日轨道之间有一个约5度的夹角，只有当太阳、地球、月球刚好都靠近轨道焦点的时候，食才会发生。这段时间叫食季，每年大约有2次，每次持续1个多月。食季一旦打开，新月的位置会发生日食，满月的位置会发生月食，前后相隔约14到16天。所以严格讲，日月接连亏食本身是天体力学的常态，但常态里有集聚，2场食都达到深度等级，又挤在同一个月份，可见范围又刚好覆盖人口稠密区，这几个条件同时成立的年份，翻开时的目录，一个世纪数得出来的次数并不多。天文学家看到的是轨道，古人看到的是另一回事。而古人怎么看，直接决定了接下来2000年帝国如何面对这样的天空。在中国的官方史书里，天象从来不是科学栏目，是政治栏目。24史里专门有一类篇章，叫五行志或者天文志、灾异志，日食、月食、彗星、荧惑守心全部登记在案，旁边注记当年的朝局，哪个权臣当道，哪场兵祸将起，哪位皇帝驾崩。史官的逻辑很直接，天人感应，天子是天的儿子，天空出状况就是对人间的警告。日食在这套系统里分量最重，太阳代表君主，代表阳；月亮代表臣子，代表阴。日食是阴亲阳，是臣临君，是最高权力出现裂缝的信号。所以每逢日食，
朝廷要举行救护仪式，天子避正殿，剪长扇，官员穿素服，伐鼓于朝，象征性的把太阳从阴影里救回来。这不是民间迷信，是写进礼制的国家仪式，由太史局、钦天监这种正式编制的机构执行。失职的天文官是要问罪的，罪己诏的传统也跟日食直接挂钩。汉文帝在位期间发生日食，他下诏自责，大意是说上天生育万民，为他们设立君主，君主若失德，政令若不平，上天就用天象来谴责告诫。如今出现日食，还有什么灾异比这更大？这份诏书成了后世的模板。往后2000年日食之后下诏自省，广求直言，大赦天下成了帝王的标准动作。做不做得真心是一回事，但完全不做，史官会记下来，后世会拿来评价这个皇帝。那日月并时呢？同一个月里，太阳和月亮接连出状况，在灾异的分级里属于加重项。最早的文本证据可以推到《诗经》里的一首诗，写周朝末年的天变。诗里先讲月食，再讲日食，大意是月亮亏食还算常见，太阳也跟着亏食，这就大大的不祥了。同一首诗接着写闪电、地震、山崩，把天上与地下的异象串成一张清单，指向朝政的败坏。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月食之后紧接日食就已经被当成一组加强版的警讯来书写。历代战书对这类组合的解读大意不脱几类：兵起、大丧、易主、水旱。讲白了，就是把一个王朝最怕的几件事全部列在同一张纸上。这套灾异心态不是古书里的化石，它有一次离现在很近的大规模发作。1976年，那年3月8日，吉林降下罕见的陨石雨，最大的一块重达1700多公斤，砸出的坑洞轰动全国，民间立刻议论纷纷，说天降一时，主大人物有变。接下来的时间线让这个说法在整整一代中国人心里封了神。那一年的1月，周恩来去世；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官方数字24万多人罹难；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一年之内，陨石雨、大地震，3位最高层人物接连离世。官方的无神论宣传压不住街头巷尾的耳语。从科学上讲，陨石与地震与人的寿命毫无关联，纯属时间上的巧合。但1976年证明了一件事，灾异解读的心理结构并没有随着地质结束而消失，它只是转入地下，等下一次天象够大，时局够紧的时候重新浮上来。2026年的双十很可能就是它最新的浮出点。西方的传统另有一条线，指向的意象更具体，血月。希伯来先知书里有一句流传极广的话，约珥书写道：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后面接的是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这段文字让月全食的红色在整个基督教文明里跟末日审判绑在一起。新约里也重复引用了同一个意象。这种恐惧有多好用？历史上有一个近乎黑色幽默的实测案例。1504年，哥伦布第4次航行美洲，船队搁浅在牙买加，被困将近1年。当地原住民后来拒绝再供应粮食。哥伦布手上有一本天文历表，查到2月底会有一场月全食，于是他放话，他的神对原住民的怠慢非常愤怒，将让月亮升起时燃烧变红，作为惩罚的预告。月食当晚，红月准时出现，原住民大惊，哥伦布假意入舱向神求情，掐着全食结束的时间走出来，宣布神已息怒，月亮随即复原，粮食供应恢复，船队撑到了救援。这个故事说明2件事：血月的恐惧是跨文化的，连没读过约珥书的族群都会被镇住，而掌握天文年历的人，从500年前就懂得把天象换算成权力。回到近代，2014年前后，美国有牧师拿连续4次血月做文章，写成畅销书，讲的就是这套末世时间表。这件事后面对血月账的时候会细讲，东方看日食，怕的是朝廷出事；西方看血月，怕的是末日将至。2套系统隔着欧亚大陆各自运转了上千年，却在2026年8月被同一片天空前后触发。问题是，
这套古老的恐惧对得过账吗？过去真的有日月同月接连亏时，然后人间真的出大事的年份吗？有，而且不用翻太远，就在很多人的记忆范围之内。第一轮对账对4个年份1914、1991、1999、2008，全部用公开的历史记录核对，日期精确到天。先看1914年，那年8月21日，一场日全食横过北欧与东欧，全时带扫过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一路压向黑海方向。而那个8月，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的第1个月。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8月初，德国、俄国、法国、英国接连卷入。8月21日，月影扫过东欧的时候，下方的土地上，德军正在比利时推进，东线的俄军刚刚越境。当时欧洲的报刊把这场10根战争写在同一个版面上，前线的士兵在阵地边看着太阳变黑。对账结果讲清楚，日食没有引发战争，战争在10之前就开打了，但那次日食成了整个世代的记忆坐标。后世提到1914年8月，常会提到那颗变黑的太阳，仿佛天空替那个月份盖了章。再看1991年，那年7月11日，日全食，全时带从夏威夷外海进入墨西哥，再切过中美洲，墨西哥城数百万人在正午看着太阳熄灭，全时持续将近7分钟，是20世纪数1数2长的日全食，后来被称为墨西哥大日食。15天后，7月26日，月偏食接着出现，然后月食之后第24天，8月19日，莫斯科发生政变，苏共强硬派软禁戈巴契夫，坦克开进红场，这就是819政变。政变3天崩溃，但苏联的权威跟着崩了。4个月后，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一个统治了69年的超级大国，在双十出现的那一年落幕。对账结果，政变的火药是苏联内部积累多年的矛盾，跟天象无关。但如果拿古书的框架来套，日月接连亏时，其后大国易主，这个剧本在意志里写过太多次。第3个年份1999，这一年对台湾来说重量完全不同。1999年7月28日，月偏食，14天后8月11日，日全食横扫欧洲，从英国康瓦尔、法国北部、德国南部一路到土耳其、伊朗、印度。这是20世纪最后一场大日食，又因为诺斯特拉达姆斯那句被翻译成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的预言诗，全世界的媒体整整炒作了1年。8月11日当天，什么都没发生，嘲笑预言的社论都还没写完。6天后，8月17日，土耳其伊兹米特发生规模 7.6 的大地震，死亡人数超过17000人。重灾区恰好落在几天前全时代经过的走廊上。又过了35天，9月21日凌晨1点47分，台湾南投发生921大地震，2400多人罹难，全岛停电，中部山河变色，日食、月食2场毁灭性的大地震全部挤在同一个夏天。对账结果，没有任何科学机制能把时和地震连起来，这一点必须说死。地震是板块应力累积的结果，跟月影无关。但1999年的时间线就摆在那里，双十窗口关闭之后6周内，欧亚板块的两端接连断裂。第4个年份2008，这一年的双十跟中国直接相关。8月1日，日全食，全时带从加拿大北部、西伯利亚切进中国新疆、甘肃，在华北上空结束。中国古书最忌讳的实践于境内，就是这个格局。15天后，8月16日，月偏食，而夹在2场时政中间的日子是哪一天？8月8日，北京奥运开幕，全中国的目光都在鸟巢上空的烟火。就在同一个晚上，俄罗斯军队开进乔治亚，俄侨战争开打。这是苏联解体后俄军第一次跨境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奥运的烟火和南奥塞提亚的炮火发生在同一夜，日食之后第7天，月食之前第8天，正好在双十窗口的正中央。窗口关闭之后再过30天，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全球金融海啸开始。对账结果，2008年的双十窗口
前后60天内包住了一场战争的开端和一场金融危机的引信。4个年份对完，先讲清楚立场。样本只有4个，这不是统计，是叙事。世界大战、政变、大地震、金融海啸，每一件都有自己完整的因果链，跟头顶的影子无关。但这一轮对账至少确认了一件事：日月双十的年份不保证出事，可是真出事的时候，事件有一种挤进窗口前后的倾向，或者说，人类的记忆有一种把它们摆进同一格的倾向。是天在排程，还是人在对号入座？这个问题先挂着，因为接下来要对的线不是历史，是一个还活着的人在镜头前反复讲的那个月份。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英国人，职业灵媒，同时是作家，常年经营通灵与解梦的网站，太太也是灵媒。他真正在华语圈出名，靠的是2件事。2016年，他在投票前公开表示川普会当选，那一年几乎所有主流民调都压克林顿。同一年，他也压中英国脱欧公投会通过。这2笔记录让他的频道订阅暴涨，此后每年年底发布隔年预测，成了预言圈的固定节目。华语自媒体也长期翻译搬运他的内容。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帕克的预测是大量发布的，一年几10条，范围从政局、灾害到名人动态都有。说中的会被剪出来反复传播，没说中的自然沉底。这是所有预言者共同的结构性问题。对账的时候必须先把这个底扣掉。所以以下整理他的说法，只做2件事：记录他讲过什么时间、什么方向，不替他补细节，也不替他圆场。对账他的过往记录，2面都得摆。说中的那一面，除了2016年的川普与脱欧，他的支持者还列出过若干对灾害与政局的命中清单，很长，真伪掺杂。没说中的那一面同样具体。2020年美国大选，他压的是川普连任，结果拜登当选，这是一笔清清楚楚、剪辑不掉的失手。此外，他历年的预测里，大量条目写得太模糊，到了年底连对错都无从判定。把这份成绩单摊开，结论很中性。帕克不是神，也不是纯粹的骗子，他是一个命中率有起有落，但叙事能力极强的预言表演者。正因为如此，对他的说法，合理的态度不是信或不信，而是记录、标记时间，然后等日期到了回头核对。这也是接下来处理他8月说法的唯一方式。过去几个月，帕克在直播和影片里谈2026年的局势，有几个反复出现的元素。第一个是时间，他多次把敏感期放在夏季的尾端，讲到具体月份时，8月出现的频率明显偏高，大意是那段时间会有一波让市场和媒体同时紧张起来的事件，性质上跟军事动作和经济震荡都沾边。第二个是地理，他谈亚太的比重在增加，台海与南海的字眼近期常被观众在直播里点名询问，他的回答大意是局势会升温，会出现展示力量的动作，但他同时多次强调，他看到的画面比较像对峙和威吓，不是全面开战。第三个是经济，他提过秋天前后金融市场会有一段剧烈波动，时间描述横跨8月到10月，跟利率、债务这类字眼绑在一起。必须再强调一次，以上是转述加归纳，不是逐字引用。帕克的表达方式本来就是印象式的，一段直播里时间线经常跳动，同一件事在不同影片里的讲法会有出入。把他的说法定死到某一天的是剪辑的人，不是他本人。但有一点可以核对，而且是硬事实，他反复提到的那个月份跟2026年天文年历上的双十窗口是同一个月。帕克本人也被观众问过日食的事，他的回应大意是，天象本身不制造事件，但重大天象前后，集体情绪会被放大，而情绪放大的时期，决策者容易做出激烈的决定。这个说法妙就妙在，他不需要任何超自然机制，也能自圆其说。群众心理学家大概也会点头。一个人反复讲8月可以是巧合，也可以是他同样看过天文年历，所以需要第二个坐标，一条跟帕克路数完全不同的线。预言圈里的另一个名字普莱，他的时间表压的不是8月。普莱的背景跟帕克不一样，帕克走的是传统灵媒路线，普莱在圈内被归类为异梦型，内容以描述梦境和意象为主，
细节留白，再由观众自行对号实事。他被华语圈大量转述的说法里，跟2026年相关的部分时间坐标比帕克晚。普莱的说法是，真正的大事件落在秋天之后。他描述过的画面，大意是先有海上的对峙和封锁式的动作，再有金融层面的连锁反应，顺序上是军事在前，经济在后。他讲到季节时，用的字眼多半是入秋、深秋，换算成月份，大约是9月到11月。值得记录的是，普莱的转述版本里几乎没有出现过8月这个字眼，他的时间感是往后靠的。也就是说，帕克与普莱并不是互相抄袭的同一个声音，而是2条独立的线，一条停在夏末，一条从秋天开始，这反而让两线交界的那几天变得更值得标记。除了这2人，预言圈还有第3类声音，时间压得更精确，直接指向11月，而且理由跟超自然无关，是政治日历2026年11月3日，美国期中选举。这一派的逻辑是，选前的华盛顿最需要展现对外强硬，北京则会研判美国内部最分心的时刻，所以窗口不在天上。在选举倒数的那几周，3种说法摆在一起，会看到一个有趣的结构。帕克的8月，普莱的深秋，政治派的11月初，3段时间本来互不隶属，但头尾相连。8月12日双十窗口打开，8月28日血月收尾，9月入秋。10月深秋，11月3日投票，从仲夏到期中选举，一条没有断点的走廊，把每个说法的模糊区间画出来。重叠最后的地方有2块，第一块是8月下旬到9月上旬，帕克的尾巴压着普莱的开头；第2块是10月底到11月初，普莱的尾巴压着政治日历的投票日。这里得再泼一次冷水，预言的模糊性本身就会制造重叠。把任何3个模糊区间丢进同一年，都叠得出交集。这是数学，不是天机。真正有鉴别度的，不是预言跟预言的重叠，而是预言跟不会移动的日期的重叠。天文日期不会动，选举日不会动，还有一类日期也不会动，现实世界的日程表。不过，在把日程表摊开之前，先停一下，让反方把话讲完。这一段是整场对仗里不能跳过的部分。反方的第一个质疑来自天文学，实际每年2次，每次实际几乎都会同时出现日食和月食。所谓日月同月双食，根本是天体力学的家常便饭，平均下来每1-2年就能碰上一次条件类似的组合。拿家常便饭当末日警报，是对天文年历的滥用。这个质疑成立。前面也讲过，双食是几何，不是神迹，能回应的只有一点。这次的特殊性不在双食本身，而在于2场时的等级、可见范围，以及它们跟人间日程表的重叠密度。是重叠，不是天象，构成了这次对仗的题目。反方的第2个质疑来自统计，全球每天都在发生大事，战争、地震、金融震荡、政要死亡。一年365天摊开，任选连续16天，几乎都能在历史上找到落在其中的重大事件。用窗口去捞事件，永远捞得到。这叫射箭之后才画靶，这个质疑也成立。所以前面每一轮对仗都刻意把相关不等于因果写进结论里，而且把1914年战争先于日食爆发这种不利于叙事的细节原样保留，不做修饰。对仗的目的不是证明天象灵验，是检查记忆有没有造假。反方的第3个质疑来自对预言产业的整体不信任。帕克也好，普莱也好，靠流量生存讲得越惊悚，观看数越高。他们有充分的动机把时间线讲得暧昧，把灾难讲得华丽。这个质疑依然成立，而且这里直接承认预言内容在这次对仗里的角色不是证据，是样本。他们是人类在双十之年会产生什么集体想象的第一手样本。把样本当证据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但不是这次对仗的立场。反方的第4个质疑最尖锐，做这种盘点本身就是在放大恐慌。回应是，恐慌来自未知，不来自日历。把日期、惯例、历史记录一条一条摊开，恰恰是把模糊的恐惧换算成可以核对的清单。看到最后就会发现，8月不再是预言家嘴里的一团黑雾，而是一张标好记号的行事历。这是对仗的价值所在。4个质疑
4个回应，全部记录在案。反方的话讲完了，桌面清空，所以下一步把2026年8月到11月台海周边排定好的以及惯例上会发生的事全部摊出来。这一摊开，有几个日期会让人坐直。先看军事惯例，8月在解放军的年历上本来就是演训高峰，原因很实际，上半年的训练成果要验收，而且8月1日是建军节，惯例上前后常有大动作。历史上几次台海最紧张的时刻也都落在这个月份。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开打，数十万发炮弹在44天内落在金门，这是台海迄今规模最大的实战。1995年夏天，李登辉访美之后，解放军在7月与8月接连对台湾外海试射飞弹，台海飞弹危机的第一阶段就在8月。2022年8月，裴洛西访台，解放军发动围台军演，弹道飞弹第一次飞越台湾上空。还有一个日期不能漏，8月15日，二战终战纪念日。东京与北京每年在这一天隔空过招，靖国神社的参拜名单是北京必然反应的敏感点。而2026年的8月15日，落在日食之后第3天，正好在双十窗口之内。8月在台海与东亚的历史里是有前科的月份。而2026年的8月23日，823炮战68周年落在哪里？8月12日日食之后第11天，8月28日雪月之前第5天，双十窗口的正中央。再看政治日历，中共高层有2个夏秋惯例。第一个是北戴河，每年7月底8月初，现任与退休的高层在北戴河休假间议事，会期不公开，但惯例上8月中旬前后结束。散会之后，秋天的政治议程才正式启动。第二个是秋季中央全会，中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惯例在秋季召开，人事、路线、重大决策都在这个场子定调。也就是说，8月中旬到深秋是中共每年权力运转最密集的一段，双十窗口的后半段正好插在北戴河散会与秋季全会之间的过渡期。第3条是经济日程，中国的月度经济数据惯例在4月中旬公布，8月中旬公布7月数据，9月中旬公布8月数据，内容包括出口、房地产投资、青年失业率。过去2-3年，这几项数字每次公布都牵动市场神经，数字太难看的时候，甚至出现过暂停发布的潜力。8月12日到28日的窗口里，正好卡着一次数据公布日。如果数字难看，市场的反应会跟天上的异象叠在同一周的新闻里。第4条，自然变数。8月下旬到9月是西太平洋台风季的最高峰。台风本身不是地缘事件，但它会改变军演的排程，改变海峡的通航，也会在灾损严重时改变政府的议程。历史上多次演训因台风延后或调整，这是任何推演都必须保留的随机项。最后把美国放进来。2026年11月3日期中选举，选前3个月，也就是8月起，就是华盛顿的竞选热季。对华政策从来都是期中选举的考题。军舰过航台海，对台军售宣布，国会议员访台，这类动作在选季出现的频率历史上高于平时，而北京的每一步也都会把美国的选举倒数计算进去。这里还有一笔日程值得记上，2026年的 APEC 峰会轮到中国主办，地点定在深圳，时间惯例落在秋末，跟美国期中选举靠得很近。北京要办一场面子等级的国际峰会，这对窗口期的军事动作反而是一脚刹车，至少在峰会之前，北京有维持局面的动机。这个变数倾向把大动作往更晚的时间推。把这5条摊开，结论已经浮出一半。就算完全不管天象，不管预言，2026年8月中到11月初，本来就是排满引信的一段，天文的窗口只是刚好照在上面。是刚好吗？先别急着下结论，血月的账还有一轮没对，第2轮对账，专门对血月，这一次不对单一年份，对的是一种排列，血月出现的年份跟地缘政治大事录之间的距离。先对2014到2015，那2年出现罕见的连环4血月，天文学上叫月全14连发。2014年4月、10月，2015年4月、9月，连续4次满月变红。
中间没有夹杂偏食或半饮食。美国牧师约翰·哈吉拿这个现象写书，说4血月是以色列与世界巨变的信号，书迈进畅销榜，教会圈疯传。而那2年的现实世界，2014年3月，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2014年6月，ISIS 宣布建立哈里发国；2014年7月17日，马航 MH17 客机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然后是2015年9月28日，4连发的最后一次，同时撞上超级月亮，媒体称为超级血月。2天后，9月30日，俄罗斯正式开始空袭叙利亚。这是冷战结束后，俄军第一次大规模跨出前苏联地区作战，最后一颗血月落下，48小时内俄军参战。再对2018年7月27日，那是21世纪至今持续时间最长的月全食，全食阶段长达103分钟，台湾当晚清晰可见。那一年，美中贸易战开打，7月6日第一轮关税生效，血月升起的时候，正是2大经济体互争关税的第一个月。往后数年的科技战、脱钩、供应链重组，起点都在那个夏天。第3组，2022年，这一年有2次月全食。5月16日第一次，俄乌战争进入第3个月，马利波围城战接近尾声。11月8日第2次，这个日期值得放慢讲。2022年11月8日，美国期中选举投票日，而那一天，美国西岸在清晨，台湾在傍晚，都看得到完整的血月。台北的夜空还同场上演了罕见的月掩天王星，红色的月面把一颗行星藏到了背后。投票日撞上月全食，这是美国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天文机构算过，下一次投票日血月要等到2394年，也就是说，上一届美国期中选举是几百年一遇的血月下投票，而2026年这一届的投票日11月3日，距离8月28日的血月只隔67天。对完3组，把统计的底牌掀开，明说月全食平均每1-2年就会出现一次，几乎可以说年年有月食。地缘冲突同样年年有，把任何天象跟任何大事并列，永远找得到对应，这叫取样偏误。相关不等于因果，这2句话必须钉在这一轮对仗的最上方。但这一轮真正要看的不是有没有大事，而是节奏。2015年，血月与俄军参战隔48小时；2018年，血月落在贸易战开打的第一个月；2022年，血月直接压在投票日上。事件不是散落在血月年份的随机角落，而是一次比一次贴近血月本身的日期。这当然可能只是叙事的错觉，人脑是找模式的机器，找不到模式也会硬造一个，这是认知科学反复证明过的事。但假设只是假设，这个收拢的节奏是真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是2026年8月28日的血月，它贴住的日期是哪些？答案就是最后这段要接的账。3条时间线现在可以合并了，把3条线叠起来。第一条，天文线不会动的日期，8月12日日全食，8月28日月全食，中间16天。第二条，历史与日程线，8月1日建军节，8月上中旬北戴河会期，8月中旬7月份经济数据公布，8月23日823炮战68周年，8月底台风季高峰，9月中旬8月份数据公布，秋季中央全会惯例窗口，11月3日美国期中选举。第3条，预言线全部转述，帕克反复指向8月，性质是军事威吓加市场震荡，不是全面战争。普莱指向入秋之后，顺序是海上对峙在前，金融连锁在后，政治派压选前倒数几周。叠图的结果交叉点不是1天，是2个窗口。第一个窗口8月23日到9月上旬，理由是它同时满足最多条线。天文上，它包住血月前后；历史上，它踩着823的纪念日，也踩着北戴河散会后的议程启动期；数据上，它涵盖一次经济数据公布；预言上，它是帕克的8月尾巴与普莱的入秋开头重叠最后的地方。回头看历史对仗，2008年的战争爆发在双十正中央，1991年的政变在月食后24天，1999年的2场地震在窗口关闭后6周内。如果2026年真有一段新闻跑马灯变红的日子，
各条线共同指向的就是这十几天。第二个窗口10月下旬到11月3日，理由有三：秋季全会惯例上在这之前召开完毕，北京的路线与人事已经定调，对外动作的内部约束变小，华盛顿进入投票倒数，行政部门最需要强硬姿态，也最无暇他顾。普莱的深秋与政治派的选前说法在此合流，而2022年那颗压在投票日上的血月，让期中选举这个日期在预言圈的叙事里自带回声。二个窗口，一个含住双十的中段与尾端，一个在10后67天，这就是三条线全部摊开之后桌上剩下的东西。再讲，如果什么都没发生之前，先把如果发生的样子推演清楚。根据前面所有对仗，窗口内若真的出事，最可能的不是天崩地裂，而是以下三种样态的其中一种。情境 A， 升级版的围台军演，对仗的模板是2022年8月，一个政治事件当引信，接着是围岛、飞弹、禁航区。2026年的引信候选很多，选季里华盛顿的动作，8月密集的纪念日，一次高调的访问，都够格。若走这个剧本，时间点大几率贴着8月下旬的纪念日与9月的数据公布，画面会很吓人，但性质仍是威吓。这也跟帕克对峙而非开战的说法对得上。情境 B， 金融面的连锁反应，对仗的模板是2008年，窗口里先出现一个看似局部的坏消息，30到60天后，系统性的危机引爆。2026年的候选引信是8月中旬与9月中旬的2次数据公布，加上房地产与地方债务的存量问题。若走这个剧本，8月的窗口只是预震，真正的主阵落在秋天，这又跟普莱军事在前，金融在后的顺序对得上。情境 C， 擦枪走火，对仗的模板是1914年，没有任何一方想要大战，但军机舰艇高密度对峙的海空域里，一次相撞，一次误判，就可能让连锁反应接管一切。这是几率最低、后果最重的分支，也是所有情境里唯一不挑日子的。它可能发生在窗口内，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天。把它列出来不是为了吓人，是为了诚实。历史上真正改变世界的那几次，事前的时间表上往往什么都没写。3个情境，3个历史模板，全部有对仗打底。然后是这次对仗最重要的一段，如果什么都没发生，该怎么解读？第一种解读，预言本来就是错的，这是最简单也最可能的答案。帕克与普莱的说法充满弹性，模糊的时间加上模糊的地理，中了算命中，没中就沉底。这个结构前面已经拆过，如果窗口安静度过，它就再一次证明大量发布加事后剪辑是预言产业真正的引擎。这个结论一点都不丢人，反而是对仗该有的诚实。第二种解读，事件发生了，但不在镁光灯下，历史上很多转折，当下没有画面。1914年8月的报纸头条是战报，没人意识到那个月埋葬的是整个欧洲的旧秩序。2008年8月8日当晚，多数人看的是烟火，不是南奥塞提亚。窗口内若只有一场不起眼的军演，一份难看的数据，一次没谈成的会晤，它究竟是不是引信，往往要再过几年回头看才对得出来。第三种解读，窗口是真的，但被人为的绕开了，决策者也看日历，正因为8月太敏感，纪念日太多，目光太集中，反而可能刻意避开，把动作往后挪。若是如此，压力不会消失，只会后移，而后移的方向恰好就是第二个窗口。换句话说，8月的安静未必是警报解除，也可能只是把倒数拨慢了2个月，把前面所有内容压缩成一张观察清单，窗口期一天一天核对。8月12日，看欧洲的日食声量，看当天有没有搭着天象放出的政治动作。8月15日，看东京与北京的隔空交锋。8月中旬，看7月份经济数据，以及北戴河散会后的人事风向。8月23日，看台海周边的演训动态与纪念日文章的调门。8月28日，看血月当周的市场波动与军机舰艇的活动密度。9月上旬，看8月份数据，对照普莱入秋说法有没有影子。10月，看秋季全会的召开时点与公报用词。11月3日，看开票也看选前最后2周。
华盛顿与北京各自的动作清单列完，这次对仗的功能就完成了，剩下的是逐格打勾，最后把账合上。2026年8月12日，日全食，27年来第一次横扫欧洲本土。16天后，8月28日，血月，2场时之间夹着建军节后的演训季，北戴河的散会，经济数据的公布日和823炮战68周年。时后67天，美国期中选举投票，帕克的8月，普莱的深秋，政治日历的11月，3条时间线的重叠带落在8月23日到9月上旬，以及10月下旬到11月3日。历史对仗的结论是诚实的。1914、1991、1999、2008、2015、2022，双十与血月的年份出过大事，但相关不等于因果。样本不构成统计，天象从来没有制造过任何一发炮弹，真正制造事件的是军演的排程、选举的倒数、数据的好坏和决策者在集体情绪被放大的日子里做出的每一个判断。天象是日历，不是判决书。他唯一确定会做的事是在8月12日让太阳熄灭2分多钟，在8月28日让月亮红1个晚上。至于底下的人间会不会对号入座，答案不在天上。8月23日那一天，值得把新闻打开；9月上旬，值得盯着数据；11月3日，值得看完开票。3条时间线都摊在桌上了，剩下的交给时间对账。就在几个星期前，中东的天空再次被战火染红，而这一次不是什么局部摩擦，不是代理人之间的小打小闹，而是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直接对伊朗发动了一场堪称灭国级的军事打击。最高领袖被炸死了，高层几十人团灭，海军和空军几乎全毁，全球油价暴涨超过 50%， 中东的天然气设施被炸得千疮百孔，整个世界的能源安全陷入了1973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而与此同时，那位我们非常熟悉的印度占星师阿南德，早在几个月前就发出了惊人的警告。他说2026年是400年一遇的重大转折点，他点明了4月份要特别小心。各位，我们现在就在4月，他说对了。但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阿南德还丢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预测。他说伊朗在短期内是输家，但在长期来看，伊朗反而会成为最大的赢家。这话听起来简直是在开玩笑，一个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国家怎么可能成为赢家？不仅如此，一位擅长周易八卦的玄学博主竟然也提前看到了台海的结局。他说了什么？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要爆发？今天的内容非常长，非常硬核，涉及的信息量极大。我会把阿南德的预言、88万加的警告、战争的来龙去脉、停火谈判的最新进展，以及台海和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全部串在一起，给各位做一个深入的系统性的分析。建议各位先点个赞，收藏起来慢慢看。好了，我们正式开始。首先第一个大章节，我们来完整回顾这场震惊世界的伊朗战争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把时间倒回2025年的12月，当时伊朗国内正在酝酿一场巨大的风暴，伊朗的货币里亚尔急剧贬值，通货膨胀飙升，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你想想，一个普通伊朗家庭几年前能用1个月的薪水养活全家，现在同样的薪水可能连1周的伙食费都不够。汽油在涨，面包在涨，房租在涨，什么都在涨，唯独工资不涨。终于民怨爆发了。2025年12月底，一场席卷全国的反政府示威运动在伊朗各大城市同时点燃。这不是一般的小规模抗议，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起义。超过100个城市的民众走上街头，从德黑兰到设拉子，从伊斯法罕到科尔曼沙赫，大学生、工人、妇女、退休老人，各个阶层都加入了抗议的行列。他们的口号越来越激烈，最开始是我们要工作，我们要面包，很快就变成了独裁者去死，哈梅内伊去死。还有一句特别触动人心的口号，既不要加萨，也不要黎巴嫩，我的生命属于伊朗，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在质问政权，你花那么多钱去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去搞什么抵抗之湖，可我们伊朗人自己都要饿死了，你管过我们吗？各大高校也加入了抗议，阿米尔卡比尔理工大学、贝赫什提大学、谢里夫理工大学、伊朗科技大学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伊朗逊尼派教士毛拉维在周五祈祷中公开谴责政府的回应，连流亡海外的巴列维王朝王储里萨巴列维也通过社交媒体呼吁民众继续上街，并公开请求美国总统川普做好干预的准备，以帮助伊朗人民。面对这场汹涌的民意浪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选择了历史上独裁者最常选择的方式——铁拳镇压。他在最高国家机构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坦克开上街头，巴斯基民兵全面出动，全国实施宵禁，互联网被彻底切断。2026年1月8日到10日是伤亡最惨重的3天，安全部队向人群开枪。有报道称，在阿米尔卡比尔大学，一名学生在镇压中受了重伤。德黑兰周五祈祷伊玛目、强硬派阿亚图拉哈塔米甚至公开呼吁处决被拘留的抗议者。外界估算，这场镇压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到 4.3 万人，超过2万人被逮捕。整个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的情绪，部分民众开始寄望于外力介入。美国总统川普嗅到了机会，他在1月份连续发声，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接管你们的机构，并声称援助正在路上。他警告伊朗当局，如果继续杀害示威者，将受到非常严厉的打击。1月23日，他更宣布一支美国舰队正驶往中东，包括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和多艘飞弹驱逐舰。随后福特号航母也被派往该地区，形成了双航母压境的态势。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向伊朗提出了3项核心条件：永久停止所有铀浓缩活动，对弹道飞弹计划设下严格限制，全面终止对哈马斯和真主党和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的支持。2月6日，美伊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了间接和谈判，伊朗方面表示需要回国磋商，第2轮谈判预定在日内瓦进行。表面上看，外交管道还没断，但暗地里，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已经悄悄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2026年2月28日，这一天注定会被写进人类历史。那是伊斯兰教斋月期间的一个周六，恰好也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德黑兰时间上午8点15分，太阳已经升得老高，街上的人们正在开始一天的生活。所有常规的军事空袭都会选择在深夜进行，利用黑暗掩护突袭。但这一次，美以联军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偏偏选在光天化日之下动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精密监控行动。他们入侵了德黑兰的城市视频监控系统和通信网络，追踪政府车辆和关键人员的一举一动。更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 AI 大模型技术与无人机和卫星数据进行全面的即时整合分析。通过这套系统，他们终于锁定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死亡之窗。情报显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离开了郊区的地下掩体。因为此前所有的空袭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白天被认为是相对安全的时段。哈梅内伊选择在白天前往市中心的官邸，与数十名军政高层召开早餐会议。这群掌控着整个国家命运的人，正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讨论着国事。他们不知道的是，死亡已经在头顶盘旋。川普在海湖庄园下令执行史诗狂怒行动，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与他共同监控整场行动。副总统万斯和其他内阁部长在白宫战情室坐镇协调。美国海军发射多枚黑色涂装的特制战斧巡弋飞弹，有人在伊朗山区拍摄到飞弹掠过天空的画面。B-2隐形战略轰炸机、B-1枪骑兵战略轰炸机和 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同时出动。以色列空军近50架战斗机扑向德黑兰，向哈梅内伊的地下掩体投掷了约100枚炸弹。与此同时， HIMARS 火箭系统也加入了打击行列。卫星图像很快显示，哈梅内伊的官邸遭到精准打击，
建筑损毁严重，大量浓烟冒出，至少7枚导弹击中了那片高层官员聚居区。库姆、科尔曼沙赫、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个城市也同时传出剧烈爆炸。伊朗的空军基地、飞弹发射阵地、防御系统、巴斯基民兵总部、后勤设施全部遭到猛烈轰炸。第一天的空袭就摧毁了17艘伊朗军舰和近2000个目标。德黑兰梅赫拉巴德国际机场也遭到袭击，以军称摧毁了16架圣城旅飞机。在空中较量中，以色列的 F-35闪电战斗机在德黑兰上空击落了一架俄制伊朗雅克130战斗机，这是人类历史上隐形战机首次在实战中击落有人驾驶的战斗机。以色列还对伊朗的媒体和手机应用程式发动了协调一致的网络攻击，一款拥有超过500万下载量的伊朗祈祷应用程式被骇入，向所有用户发送波斯语推播通知，敦促军事人员和公民投诚，放下武器。通知内容包括援助已抵达和清算时刻已到。伊朗官方媒体一开始坚决否认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但随着抢救无效的消息确认，他们最终在3月1日正式宣布了这个消息。阿里·哈梅内伊，这位统治伊朗长达37年的最高领袖，终年86岁，在空袭中身亡。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国防部长纳西尔扎德、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最高国安会秘书沙姆哈尼以及其他数十名高级军政官员。哈梅内伊的妻子2天后也因伤势过重不治，他的女儿、女婿、孙辈和儿媳也都未能幸免。整个伊朗政权的核心领导层在一个早晨被彻底摧毁。伊朗政府随即宣布全国哀悼40天，公共机构停摆7天。川普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8分钟的影片声明，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行动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为了推动伊朗的政权更迭。他列举了伊朗的罪状、人质危机、支持哈马斯和真主党、镇压国内抗议者、研发核武器。然后他对伊朗人民喊话，当我们做完的时候，接管你们的政府，这可能是你们几代人以来仅有的机会。但伊朗并没有屈服，相反，失去大脑的伊朗军队在震惊和愤怒中做出了一个极端的决定，他们几乎向周边所有能打到的国家同时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卡达、阿联酋、巴林、科威特、伊拉克、约旦全部遭到攻击，这是一场不分敌友的疯狂报复。杜拜是受害最严重的中立国家之一。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俯冲攻击了哈利法塔附近的繁华地带，棕榈岛上著名的费尔蒙酒店被引燃起火，杜拜码头的住宅区也受到波及。重点是，杜拜根本没有美军基地，多哈郊区的住宅大楼被击中，巴林的一处居民区塔楼被无人机命中，一个11岁的科威特小女孩因为飞弹碎片而受伤身亡。阿联酋表示，拦截碎片坠落在阿布达比和杜拜，甚至连阿拉伯塔也受到了损害。在以色列，一枚伊朗导弹突破防空系统，直接命中贝特谢梅什的一间犹太会堂，造成9人死亡、11人失踪、51人受伤。特拉维夫的一处住宅区也遭到袭击，一名女子死亡，27人受伤。这种无差别攻击的后果是灾难性的，伊朗把几乎所有的邻国都推到了敌人的阵营里。一向帮伊朗做外交斡旋的卡达，在自己的液化天然气设施遭到攻击后立即翻脸，驱逐伊朗外交官。沙乌地阿拉伯声明保留回击的权利，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就连约旦都宣布击落了2枚伊朗弹道飞弹。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后来不得不为攻击邻国一事公开道歉，表示这是内部沟通不畅造成的。但这个道歉恰恰暴露了伊朗内部的严重分裂，总统和革命卫队之间根本就不是一条心。接下来最要命的是荷尔木兹海峡，伊朗利用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反舰飞弹对航经波斯湾的油轮发动攻击，形成了事实上的局部封锁。这条只有33公里宽的海峡承载着全球大约1/4的石油贸易。伊朗宣布禁止美国和以色列以及其支持者的船只通过，国际油价在短短20天内暴涨超过 50%， 全世界的加油站价格飙升，航空公司成本暴增，物流费用直线上扬。
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进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这场能源危机的冲击波迅速传遍全球每一个角落。在欧洲，本来就因为俄乌战争而能源紧张的各国再次陷入恐慌，天然气价格暴涨，工厂面临减产压力，民众的暖气和电费账单让人心惊胆战。在亚洲，日本和韩国这两个高度依赖中东石油的国家首当其冲，日本超过 90% 的石油来自中东，韩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荷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他们的能源供应几乎就是在走钢丝。分析机构指出，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已经进入极度紧张阶段，约 20% 的供应处于离线状态。预计2026年第3季度，亚洲液化天然气基准价格将达到每100万英热单位30美元，第4季度更会攀升至 32.5 美元。全球液化天然气市场在2026年预计出现约1500万吨的供应缺口，原本预计2027到2028年会出现的供应过剩预期，已被中东供应中断彻底打乱。对美国自身而言，这场战争的经济代价也在迅速显现。经济学家预计，在战争引发的能源冲击下，美国从今年到2027年的经济增速都会放缓，通货膨胀会进一步升温。中东地区原本是美国科技巨头竞相投资的热土，甲骨文、亚马逊、谷歌和微软都在这里布局了 AI 和数据中心业务。但战争爆发后，这些投资全部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伊朗的导弹甚至击中了位于阿联酋的美国科技公司云端基础设施，逼得科技巨头们重新评估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有评论说，这场战争不仅炸毁了伊朗的设施，也同时炸毁了美国在中东辛苦建立的科技投资生态。而且大家不要忘了，美国国内对这场战争的态度也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少美国民众和政客在质疑，为什么美国要花天文数字的军费去打一场遥远的战争？13名美军阵亡，365人受伤，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美国家庭。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新闻发布会上用了一句很微妙的话，没有愚蠢的交战规则，没有国家建构的泥潭，没有民主建设的演练，我们为赢而战，不浪费时间或生命。但问题是，什么算赢？哈梅内伊死了，伊朗就会屈服吗？从目前的战况来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革命卫队仍然在打，而且越打越有韧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在荷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中，中国的邮轮和商船成为少数获得伊朗特许放行的船队。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的邮轮也少量获得通行。国际媒体因此出现了中国恐怕才是这场战争最大赢家的辩论。支持这个观点的人认为，川普和以色列单方面开战，让西方世界更加分裂。美国短期内无法将注意力转向印太地区，而中国不仅能稳定获取伊朗石油，还在乱局中强化了自己的相对优势。进入3月，战事持续升级，而且越打越凶。3月15日，伊斯法罕地区遭到猛烈空袭，设拉兹附近传出20次爆炸声。3月17日，以色列趁火打劫，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发动了地面入侵。以色列国防部长表示，这次行动将类似加萨战争，暗示可能无限期占领部分黎巴嫩领土，战火蔓延至黎凡特地区。3月18日，以色列做出了最具争议的决定之一，轰炸伊朗南方海岸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这是全世界已知最大的天然气田，由伊朗和卡达共同开采。伊朗 80% 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而国内天然气又有 80% 来自这个气田。以色列这一炸等于直接掐住了伊朗的经济和民生命脉，全球天然气价格应声暴涨，新一波能源恐慌席卷国际市场。伊朗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攻击了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城，这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他们还攻击了巴林和阿联酋的大型工业设施，以色列南部的化工厂、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和发电厂。每一次攻击都在加深这场冲突的破坏性和持久性。截至4月初，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已对伊朗境内超过 1.1 万个目标进行打击，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几乎全灭，但革命卫队仍然在顽强抵抗。
他们开发出一种被称为降雨式弹头的集束飞弹，单枚可携带20到80枚子弹药，在约7公里的高空散布，覆盖范围达10到20公里以上。这种武器的可怕之处在于，它能在高空提前释放子弹药，让原本的单一目标瞬间变成数十个小型威胁，极大地增加了拦截难度。以色列的大卫投石所防空系统拦截高度约15公里，如果子弹药在更高空就提前散布，就根本无法有效应对。只有它和标准3型等中高层拦截系统才能在子弹药释放前进行拦截，但这些拦截弹价格极其昂贵，且库存有限。在5周的高强度攻击下，防御方面临严重的消耗压力。就在最近几天，伊朗的防空系统更打出了漂亮的反击，他们成功击落了一架美军 F-15E 双座战斗攻击机和一架 A-10 攻击机。F-15E 的2名飞行员在伊朗境内弹射跳伞，其中1名武器系统官在山区躲藏超过1天。美国中情局动用了独家设备定位他的位置，并刻意在伊朗境内散布假情报，试图引开追捕部队。最终美军特种部队深入伊朗山区才将其救出。另一架 A-10 攻击机在荷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飞行员获救。截至目前，美军共有13人阵亡，365人受伤。伊朗方面则公开展示了防空飞弹击中美军战机的瞬间画面，声称他们的领空已经成为侵略者的危险禁区。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5周了。谈判方面，美国曾通过第三国向伊朗提出48小时临时停火建议，但伊朗拒绝了，并以持续的火力打击作为回应。目前各方正在讨论一项2阶段协议，先推动为期45天的停火，在此期间协商永久结束战争。关键的争议点在于荷尔木兹海峡的全面重新开放，以及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的处理。但伊朗拒绝在伊斯兰堡与美方官员会面，并明确表示美方提出的条件不可接受。卡达也拒绝充当调解方。土耳其和埃及仍在努力斡旋，考虑将多哈或伊斯坦堡作为新的谈判地点。川普则再次向伊朗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限期内开放海峡，否则将轰炸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伊朗外长回应说，摧毁民用设施无法迫使伊朗屈服。革命卫队更强硬地表示，荷尔木兹海峡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战略变化，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状态。伊朗陆军司令甚至放话要把敌军士兵打回石器时代之前。好了，了解完目前的战况以后，我们终于要进入今天的重头戏了。阿南德到底预言了什么？他说对了多少？他对未来又有什么更惊人的判断？把时间拉回2025年12月24日，阿南德在他的 YouTube 频道发布了一段关于2026年的预言影片。隔了几天，12月30日他又发布了一段补充影片。这2段影片后来在全球华人圈引发了巨大的讨论。阿南德的核心观点是，2026年是一个400年一遇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他说，自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各种冲突与变局不断，平民伤亡人数突然大幅增加，而2026年将是重大转折的一年。他点明了4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高风险区域：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带、菲律宾、北韩以及朝鲜半岛周边国家。他特别强调，一旦北韩出现重大变化，影响恐不仅限于区域层级，甚至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的局势。他还提醒，2026年有3个关键月份需要特别小心：4月、7月和11月。各位，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了。我们正处在美以伊朗战争最激烈的阶段，全球能源危机正在蔓延，国际油价飙升，中东多国遭到波及，停火谈判陷入僵局。阿南德的4月预警不是在说笑。然后阿南德最近接受了2次采访，专门就伊朗局势发表了看法。他的判断非常清晰。他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中东的冲突还会继续恶化，整个中东都会被拖入高压之中。伊朗是危险的中心。他预测会有大量平民因此死亡，要求政权改变的抗议者会遭受独裁政府的镇压。对照现实，这些是不是全部应验了？阿南德还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奏判断。他说，接下来局势或许会短暂降温，出现一段表面上的和平。但他强调，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很可能只是伊朗向美以妥协的结果。
对伊朗来说，这段时间是下一次反击的缓冲期，这种平静不会持续太久，因为在伊朗休养生息之后，还会爆发新的冲突。这段话对照当前的局势，简直就像是在看剧本一样。45天停火正在谈，如果谈成了，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了，但按照阿南德的说法，这只是中场休息，新一轮的冲突在几个月后几乎必然会再次爆发。那么9月呢？如果4月底真的停火了，经过大约4到5个月的休养生息，9月前后恰好就是缓冲期结束的时间节点。虽然阿南德没有直接点名9月，但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窗口，加上他休养生息之后再开战的逻辑推演，9月到11月之间确实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段。但阿南德最震撼人心的预言是他对伊朗长期命运的判断。他丢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懵了的话：短期来看，伊朗是输家，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伊朗反而可能成为最大的赢家。怎么可能？一个最高领袖被炸死，高层团灭，军队几乎全毁，能源设施千疮百孔，经济几近崩溃的国家，怎么可能是赢家？阿南德的逻辑是这样的，他认为伊朗目前的政教合一体制恰恰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枷锁。这个体制压制了伊朗人民的活力和创造力，把国家的资源浪费在支持海外代理人武装和对抗西方上面，却忽视了国内民生。阿南德认为，这个体制最终一定会被推翻，但推翻它的主要力量不是美国的炸弹，而是伊朗自己内部的内乱、内斗和权力厮杀。他的原话大概是这样的：从短期来看，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现在伊朗的统治体系可能会被彻底推翻，其运作方式也会随之改变。我预计它会逐渐脱离现在这种政教合一体制，这种变化极有可能发生。他还说，从占星学的角度看，伊朗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变成一个真正的核武强国，但如果再往后看，到了2035年之后，一个全新的新伊朗会出现。他说，从长远来看，我认为新伊朗是一个正在迅速复兴且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我不太觉得会出什么严重问题，反而整体发展看起来相当乐观。而这个新伊朗反而有可能拥有核武器。这个逻辑其实，如果你仔细想想，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历史上有太多类似的案例了。2战后的德国和日本被打得稀巴烂，但战后重建反而让他们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成为了经济强国。苏联解体的时候，整个俄罗斯陷入了混乱，但今天的俄罗斯依然是世界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时候，灾难不是终点，而是浴火重生的起点。如果阿南德的预言最终成真，那美国和以色列这场史诗狂怒行动的最终历史评价，可能远比他们现在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们可能摧毁了一个政权，但恰恰为一个更强大的对手的诞生扫清了道路。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其实你仔细回想一下波斯民族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的韧性是惊人的。波斯帝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从居鲁士大帝到大流士一世，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3大洲的超级帝国。后来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但波斯文明并没有消亡。再后来被阿拉伯人征服了，被蒙古人征服了，被铁木尔征服了。每一次被打倒，波斯人都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日，叫诺鲁兹，就是波斯新年，庆祝的就是春天的到来，寒冬之后大地复苏。这个节日已经延续了3000多年，经历了多少王朝更迭，外族入侵都没有中断过。所以阿南德说伊朗会在废墟中重生。从波斯文明的历史基因来看，这个判断其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伊朗拥有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口，这些人在现行体制下被严重压抑。一旦政教合一的枷锁被打破，这些人的创造力和活力将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再加上伊朗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底蕴，一个自由的现代化的新伊朗确实有可能成为中东最强大的国家。从这个角度看，阿南德说伊朗是最大赢家，或许并不是在开玩笑。好了，说完了中东，我们进入今天的第3个大章节，也是所有华人最关心的话题——台海。88万加，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
他对2026年的预言去年底再次被大量翻出讨论。根据英国《镜报》的报道，他曾预言2026年将爆发一场涉及主要世界强权的大规模战争，这场冲突将蔓延至多个大陆，引发政治不稳定和全球紧张局势升高。他被解读为预言了中国将对台湾采取决定性行动，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将出现直接对抗。他还预言伴随而来的将是毁灭性的金融海啸，全球经济体系面临瓦解，货币价值归零，人类可能被迫回归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龙婆甚至还预言2026年11月，地球将首次迎来外星文明的造访，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关于俄罗斯，他预言会出现一位新领导人，一个被称为大师的神秘人物会崛起并主导全球政治。在科技方面，他预见 AI 将在2026年彻底改变人类文明，从工作到社交都将被渗透。不得不说，龙婆的预言一向都是模糊和隐晦的，很多都是后人附会解读。但他曾被认为精准预言了911事件和切尔诺贝利核灾，所以他的话确实会引发大量关注。中东战争的爆发似乎也与他战火从东方引爆的说法有某种程度的呼应，这让人们对他的其他预言也开始认真对待。那台海到底会不会打仗？我们来看看几位不同背景的分析者怎么说。阿南德本人在最近的采访中并没有直接谈到台海，他点名的高风险区域主要是朝鲜半岛和中国的西北东北地带，焦点放在北韩可能出现的重大变化上。擅长用周易八卦分析时局的玄学博主吉利小师妹最近在他的节目中专门推演了台海局势。他的卦象显示台海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注意他用的是微乎其微4个字，这个结论跟龙婆的预言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另一位更被主流媒体关注的艺术大师李贤阳，他为台湾2026年起的卦是天地否，否卦在64卦里排名第12，紧跟在代表通畅和谐的太卦之后。否的意思就是上下不通，内外阻隔，天地之间的气不相交，万物停滞不前。但关键在于否卦虽然代表困境，却并不代表战争，它更多指向的是内部的分裂，沟通的不畅，上下层之间的疏离。李贤阳的解读很精辟，他说台湾在政治方面最需要的是不同立场的人对话、交集、一致、团结才会更好。台湾在科技产业上依然亮眼， AI 和半导体继续领跑全球，但大多数普通家庭还没有感受到实际的收入提升。这种上面很好，下面没感觉的落差，恰好就是否卦上下不通的体现。而且在易经的哲学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否极泰来，坏到了极点，好的转机就会出现。所以否卦虽然难受，但它同时暗含着触底反弹的可能性。重点是你在否的阶段能不能稳住自己，不做出错误的决定。至于中国大陆的卦象，李贤阳起的是火地进，进卦代表日出大地，光明渐进，是一个稳健向好的卦象。他的解读是中国在2026年展现出不再急住证明自己的状态，经过多年调整后，方向开始站稳，但民间暂时还不会全面有感。综合所有这些分析，我的看法是台海在2026年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确实不高。原因很简单，美国正深陷中东泥潭，365人受伤，13人阵亡，每天的军费开支是天文数字，全球能源市场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根本无暇顾及印太地区，而中国也很清楚，趁乱动手只会把自己拖入更大的麻烦。况且中国目前在伊朗战争中反而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位置，何必自找风险？但是不会开战不代表可以高枕无忧，否卦提醒的上下不通是一个非常真实的警告。你看看台湾现在的社会氛围就知道了，蓝绿对立依然严重，世代之间的观念差距越来越大，科技精英和普通上班族之间的收入鸿沟不断扩大，这些都是否的表现。在一个充满外部不确定性的年代，如果内部还在互相撕裂，那才是最危险的。而且台湾还面临另一个很现实的挑战，美国目前深陷中东泥潭，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军事资源和政治注意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此前表示，
川普总统任内的目标是要将台湾半导体产能的 40% 转移至美国。半导体专家对此表示质疑，认为即便美国方面动能非常强劲，但从现实条件来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个表态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美国在保护台湾的同时，也在试图削弱台湾的核心优势。这种既要保你又要挖你墙角的矛盾态度，恰恰就是否卦里上下不通的另一层含义。所以台湾的朋友们，与其整天担心对岸会不会打过来，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内部问题上，团结一致，缩小贫富差距，让科技红利惠及更多人，这才是否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好了，最后一个章节，2026年还有没有新的战争？阿南德点名的北韩是最令人担忧的。他说北韩一旦出现重大变化，可能牵动整个自由世界，而他提醒的7月和11月2个时间窗口都还没到。要知道，北韩目前的领导人金正恩在过去几年里健康状况一直受到外界的猜测和关注。如果北韩内部出现权力交接或政治动荡，朝鲜半岛的局势可能瞬间失控。南韩正处于自己的政治危机当中，之前的戒严风波让整个国家元气大伤。日本则一直在加强军事能力，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中国对朝鲜半岛有着巨大的战略利益，美国在这个地区驻有大量军队，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触发连锁反应。菲律宾和南海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火药桶。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近年来不断升级，从仁爱礁到黄岩岛，摩擦事件频发。虽然双方都极力避免擦枪走火，但在一个各国神经都高度紧绷的年份里，误判和意外发生的概率会显著增加。李乾阳为2026年全球起的总卦是水山蹇，蹇卦的意思就是前方有险，行路艰难，不宜冒进。他的解读非常深刻，他说2026年不是崩盘年，但比崩盘更考验人心。各国都知道旧方法不行了，但还没找到新方法，冲突容易被放大，小问题会被情绪化处理。对普通人来说，最焦虑的不是收入减少，而是对未来缺乏确定感。不过阿南德也没有全然悲观，他说2026年同时也是医疗和科技突破的一年，特别是医学技术会有令人兴奋的进展。他还特别澄清了一个谣言，有人说他预言中国将崩溃，他明确否认了，说他从没发现任何星象显示中国会崩溃。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网络上充斥着大量对预言断章取义或刻意歪曲的信息。我们在接收这些消息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说到这里，再提一个有趣的巧合，去年年底，中国央视公布了2026年春晚的吉祥物4匹骏马，官方寓意是奇迹驰骋，势不可挡。结果引发了一场意外的舆论风暴，因为不少网友发现这4匹马在配色和造型上竟然与圣经启示录中象征瘟疫、战争、饥荒与死亡的天启4骑士高度相似。白马代表征服，红马代表战争，黑马代表饥荒，灰马代表死亡。当然这极有可能只是巧合，设计师大概从来没想到过启示录这回事。但在2026年这个中东战火纷飞、全球能源危机蔓延的年份里，这种巧合确实让不少人感到脊背发凉。另外，88万家预言的2026年11月，人类将首次与外星文明接触，一艘巨大的太空船将进入地球大气层。这个预言嘛，怎么说呢？目前看起来是所有预言里最不靠谱的一个。但考虑到2024和2025年美国国会曾多次就不明飞行物体举行听证会，五角大楼也设立了专门的调查部门，说不定我们对不可能这个词应该更加谦虚一点。世界上最荒谬的预言，有时候反而最容易让人措手不及。说到底，预言到底有没有用？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阿南德的预言有精准命中的部分，也有没有完全应验的部分。比如他2020年曾预测第3次世界大战会爆发，参与国家是美国、伊朗、印度和巴基斯坦，但那一年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他也预测过2021年2月会发生经济崩盘，结果虽然全球股市确实有波动，但并没有真正崩盘。所以预言这种东西确实只能当作参考，不能当作行动指南。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预言准不准，
2026年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从伊朗战争到全球能源危机，从中东地缘政治的重新洗牌到亚太局势的暗流涌动，从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到传统秩序的加速瓦解，每一件事都可能产生蝴蝶效应，牵动整个世界的命运走向。我们每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李贤阳说的最好，2026年的关键不是追求快速答案，而是学会在混乱中稳住自己，不急着做出错误决定，不要被社交媒体上的恐慌情绪所裹挟，不要因为一条惊悚的新闻标题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保持学习，保持思考，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毕竟人类走到今天，经历过冰河时期、黑死病、2次世界大战、核武威胁、金融海啸、全球疫情，每一次都以为世界要完了，但每一次我们都活了下来，而且活得比以前更好。2026年也许是考验我们的一年，但它也可能是孕育新机会的一年。阿南德自己也说了，这一年在医疗和科技方面会有惊人的突破。黑暗与光明从来都是并存的，关键在于你选择看见哪一面。总结一下今天聊的所有内容。第一，阿南德对2026年4月的预言已经精准命中。美已在2月底对伊朗发动史诗狂怒行动，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数十名高官，但伊朗并未屈服，战火蔓延至整个中东，全球能源安全遭受严重冲击。截至4月初，战争已持续5周，超过 1.1 万个目标被打击，双方伤亡惨重。第二，4月底的停火谈判正在进行中，但前景不明。美伊双方正讨论45天的2阶段停火方案，关键争议在于赫尔木兹海峡开放和伊朗浓缩铀问题。但阿南德警告，即使达成停火，也只是暂时的平静，伊朗会利用缓冲期休养生息，之后冲突必然再起，9月前后可能就是这个缓冲期结束的节点。第三，阿南德最惊人的预言是，伊朗将成为长期最大赢家，旧的政教合一体制会被推翻，但不是被外力摧毁，而是被内部变革所取代。2035年后，一个全新的、脱离政教合一的、更加强大的新伊朗将会出现。波斯文明数千年的韧性和伊朗大量受教育的年轻人口为这个预言提供了现实基础。第四，关于台海，吉利小师妹用卦象推演，认为战争可能性微乎其微。李贤阳为台湾起的天地否卦指向内部分裂和上下不通的挑战，但不指向战争。多位分析者的观点形成共识，2026年台海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几率不高，但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仍需认真面对。第五，北韩和朝鲜半岛是最需要关注的潜在热点。阿南德的7月和11月预警尚未到来，南海局势也值得持续观察。全球正处在旧方法不行，新方法未明的转型中段，任何小问题都可能被放大。第六，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最重要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准备好自己，保持心理韧性，保持理性判断，保持与身边人的连结，不被恐慌裹挟，不急着做错误决定。否极泰来，冬天过后就是春天。